2月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商战展览中心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长接近2小时。普京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俄罗斯的做法以及批评西方的所作所为，强调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是不可能的。普京讲话的内容最受国际舆论关注的是宣布将暂停履行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国家杜马22号通过普京提交的法案。普京21号在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俄罗斯将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当天晚上，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就表示，普京已经向杜马提交了相关的法律草案。草案规定，俄罗斯与美国2010年4月8号在布拉格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终止执行，直至俄罗斯总统决定恢复执行该条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俄罗斯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一事，俄罗斯没有提前通知美国，美方也是通过俄总统普京的国情咨文获知的。对于俄罗斯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一时间回应表示，这是非常令人遗憾且不负责任的行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表示，北约对俄罗斯这一决定感到遗憾。有分析指出，俄罗斯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目前主要还是想在心理上对西方加大威慑。美俄中导条约在2019年失效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成为了两国唯一存续的军控条约。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011年2月5号生效，有效期10年。2021年2月3号，俄美双方互换外交照会，完成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协议的相关内部程序，有效期延长至2026年2月5号。这份协议的重要意义就是两个核武大国以可相互核查、不可逆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削减能直接威胁到对方领土的战略核武器。协议中约定，双方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不超过1550枚，已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均不超过700枚等。据美国国务院透露，截至去年9月1号，美军总共部署了1420个核弹头和659个战略投送系统，而俄罗斯部署了1549个核弹头和540个战略投送系统。此外，该条约还设有设施核查机制，美俄各自的核查小组每年可以对对方国家的核设施进行18次临时通知核查，以确认对方是否履行了条约。而普京在21号的演讲中表示，北约发表声明，要求俄罗斯恢复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包括允许监察员检查核武以及国防设施，这是一场荒诞剧。苏联解体后，美国不顾别国利益，试图巩固其全球霸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持续巩固自身核武器库，以对付俄罗斯。他还进一步表示，有消息表明，美国已在考虑进行实际的核武器试验。一旦美国这么做，那么俄国防部和俄国家原子能公司应该也会准备进行核武器试验。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这一决定是由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向俄罗斯宣战造成的。因为美国建制派一直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事情上施压俄罗斯，可以在俄乌冲突中肆无忌惮地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从而限制和摧毁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强调，理性告诉我们，如果美国想要打败俄罗斯，那么世界就处于冲突的边缘。俄罗斯有权用任何武器进行保护自己，包括核武器。俄罗斯这个现在宣布暂停这个谈判呢，实际上也是在向这个美国方面的，包括这个欧洲方面的他们的这个决策者施压，就提醒他们这个有潜在的这种核升级的这个风险。这个并不意味着说俄方就此就会大规模的扩展自己的核武库呀，就会这个改变自己的这种核武使用的门槛呀。不过，普京在讲话中也强调，俄罗斯不是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是暂停。普京还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如果未来要谈判重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得把直接对抗俄罗斯的北约视作一个整体来谈才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认为，普京实际上是想美国把英法两国拉上，把两国的战略核力量算在其中，进而在美英法之间制造裂痕。因为美国呢是非常希望去保留这样一个条约的。如果说美国为了能够恢复这个核谈判，去向英法施压的话，那么势必就会扩大美国和英法两个盟友之间的矛盾。
这也就是普京可能希望达成的目的。事实上，俄罗斯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核查机制问题，美俄双方已拉锯多时。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美双方关系恶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的定期核查在过去3年中都没有进行。去年8月8号，俄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已通过外交渠道通知美国，将暂时停止美国对其设施的核查活动。俄罗斯强调，这纯属被迫之举，因为单方面的反俄制裁，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正常航空服务已经中断，一些国家的领空已经关闭，俄方核查人员无法乘机前往美国，但美国检查人员前往俄罗斯却不受限制。俄罗斯外交部向相关国家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去年11月，美俄曾计划启动讨论恢复执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下的设施核查机制，但未达成一致。纽约时报本月21号报道称，美国官员几个月前曾表示，他们已经解决了准入问题，将允许俄罗斯核查员进入美国，前提是美国核查员拥有对等的权利。不过，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明确表态，不会允许美国核查人员调查俄罗斯的核设施，因为他们可能会把他们的发现传递给乌克兰，以发动进一步的攻击。普京还在讲话中指责西方直接参与了对俄罗斯战略航空基地的袭击，俄方明确指出有北约成员国参与了此次袭击。乌克兰无人机利用了美国卫星定位数据，并使用美国 GPS 全球定位系统进行导航。美国和北约呢，对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其实最大的支持就在于它的这些情报，和这个战场态势、指挥等的这些支持。就这个美西方的这些太空资产、航空资产，这个其实一直在这个乌克兰上方和这个黑海上方活动，就是为这个乌军呢提供了大量的这个俄方的这个情报，包括呢，其实还在一些作战行动中呢，它其实直接参与了这个指挥和策划。而据俄塔斯社22号的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古巴导弹危机后设立的克里姆林宫白宫热线仍在运行，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需要使用该热线的情况。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的1963年6月，美苏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建立直接交流热线的备忘录。这条直接交流热线是为了建立美苏两国之间的信任，防止因误解或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导致核大战的爆发。后来，这条美苏热线就变更为美俄热线，成为两国避免爆发核大战的沟通方式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就俄方暂停履行俄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了回应。汪文斌表示，该条约是俄美本世纪达成的重要双边核裁军条约，也是目前俄美之间唯一的军控条约，对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增进国际与地区和平、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目标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注意到俄美在履约问题上的分歧，希望双方通过建设性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确保条约顺利执行。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2名知情美国官员消息声称，在美国总统拜登20号短暂访问乌克兰期间，俄罗斯进行了一次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美国官员透露，俄罗斯在导弹试射前通知了美国，美方不认为这次导弹试射是反常现象或冲突升级的迹象。不过，美国官员认为俄方此次试射没有成功。如果试射成功，普京在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应该会强调此次试射。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此进行回应时称，所有值得公开说明的信息都是通过国防部相关渠道发布的。他还呼吁不能相信媒体报道的所有消息，尤其在 CNN 是消息源的情况下。该媒体近年来彻底败坏自己的名声，完全为美国政治精英中某些团体和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根据俄罗斯此前公布的消息，第5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重量超过200吨，可采用包括高超音速弹头在内的多种核弹头，可突破敌方反导系统。普京2018年发表国情咨文时曾介绍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一招杀手锏是飞越极地攻击另一个半球的敌方目标，其他国家现有和研制中的反导系统无法对付这种攻击模式，它可以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去年4月，俄罗斯成功试射一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提出，俄方将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国家杜马22号通过了相关法案。那您对此如何解读呢？
普京总统的国情咨文与拜登的基辅之行呢是较前较后，有一点隔空较量的意味。普京关于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主张呢，还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但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不是退出，只是暂停。至于会不会有核威慑的效果，还需要观察。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俄之间仅存的核军控条约了。2011年，双方签订了这一条约。双方同意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减少到1550枚，同时呢，赋予双方对另一方的战略力量进行实地检验的权利。2021年拜登上台之后呢，双方同意将条约延长5年，内容保持不变。这一条约对美俄两个核大国来说呢，其实是有意义的，避免了核军备竞赛的负担，但不减损两国的核威慑地位，因为美俄两国的核弹头占全球的90%以上。普京表示呢，俄罗斯是被迫做出这一决定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以及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而乌克兰用军援的武器袭击了俄罗斯的战略基地。换句话说呢，美俄之间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美国与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包括主战坦克在内的武器装备，在乌克兰战场呢持续消耗俄罗斯。俄方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其实呢是想迫使美国与俄罗斯进行谈判。谈判的内容呢，应该是广泛的，包括英国、法国两个核国家要不要参与这一条约。梅德韦杰夫最近的谈话也表达了俄罗斯暂停这一条约的原因。他认为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宣战，俄罗斯才做出这一反应。同时强调了俄罗斯不是退出，而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呢，可以重新加入这一条约。从俄罗斯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呢，美国和北约将乌克兰战场作为持续消耗俄罗斯的支点。从近期欧美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看到，西方的目标是打败俄罗斯，这与此前的目标有了不小的变化。第二呢，俄罗斯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普京总统的国情咨文基本上是围绕着俄乌冲突展开的，他对于未来的前景呢也不是很明确，只是强调要谨慎地一步步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计划。俄罗斯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是在开辟新的领域，或者说增加一个筹码，试图扭转俄罗斯现在面临的困境。至于说这一行动是不是表示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或者不能将暂停军控条约与使用核武器联系在一起。不使用核武器的禁忌还没有被打破。另外呢，美俄之间的核均衡依然稳定，同时核军控和核均衡对俄罗斯来说更加重要。